此刻江爷爷的胜负欲直接拉满，看给江爷爷激动了。原因是因为这2天永宽和江爷爷一直在客串爱宝乐园的会场。昨天宋爷爷结束演讲后跟江爷爷炫耀，来看自己的人数有431人，而今天江爷爷随便摸了个游客的编号进行抽奖，发现是441号，这说明来看自己的人比看永宽的人要多，这给小老头开心坏了。而永宽又莫名的输了。而这2天的会场，2个爷爷轮番爆料，永宽直接声称想去看福宝是自己的新年愿望。 아마 여기에 뭐보다 더 많이 가서 보고 오셨을 것 같은데요, 그렇죠? 저도 얼른 가서 우리 후보자 잘 지내고 있는 후방을 꼭 만나고 왔습니다라고 저는 不知道这次永宽是不是又在吹牛皮？毕竟说去看福宝的事情，宋3岁已经说了好几遍了。这次永宽在演讲中，甚至直接给飞粉们提供了一个素材。永宽讲到，当时在送福宝走时，因为是下雨，那天自己和圣熙姨母站在一起，2人都打着伞。 空间又小，一起打伞又站不开，于是2人的伞开了又合了又开，2人都要笑场了。永宽一回头发现江爷爷严肃中又带有一丝疑惑的看着自己的这个迷之操作，感觉下一秒自己就要挨批评了。江爷爷真是严格的时候严格，开玩笑的时候却丝毫没有架子。福宝是真害怕宋3岁，因为毫无边界感的宋3岁总是趁自己产青团的时候凑过来，而妈妈也没教过自己要保护青团。 因为所有大熊猫在遇到宋3岁之前，也没人会惦记这东西。不过想必以后瑞宝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或许会多一条关于如何防卫自己青团的知识。宋3岁除了会令瑞宝害怕以外，还会令辉宝感到厌烦。辉宝在树上睡觉睡得好好的，宋3岁来到园区，开始在辉宝耳边碎碎念念。 아이고, 뭐 철발도 아주 왕발이 됐네. 태호는 괜찮아? 태호는 안 떨어졌어. 而之所以宋3岁会变成这样，其实是因为辉宝到了该回室内的时间了，还在睡觉，主要是怕温差太大，辉宝身体感冒。辉宝对宋3岁在自己耳旁的碎碎念念根本不理。宋3岁说他的，辉宝睡自己的。第2天，宋3岁借来了一个新的摄影工具，一个巨型的摇臂摄像机。瑞宝看到后，试图将其击落下来，但结果不小心滑到了坡下面。 宋3岁摇晃着摇臂，就像是个大巨人，在背后跟着瑞宝辉宝。不过辉宝很快就适应了，辉宝躺在相机下面，卖弄着自己的可爱，让宋3岁给自己拍好看点。一会儿瑞宝也凑了过来，瑞宝让辉宝矜持一点，收一下自己这不值钱的样子。为了让辉宝清醒，瑞宝踩了辉宝一脚，脸上沾满了落叶。辉宝一路紧跟着摇臂摄像机，想仔细研究一下，结果只忙着抬头了，忘记了脚下的路，一下就栽了下去。 爷爷的小农田被一场大雪砸得乱七八糟。江爷爷看着这些歪倒的雪竹，决定不再对其进行抢救，而是将其全部裁剪掉，拿给宝家，让其饱餐一顿。江爷爷说干就干，自己亲手种植了1年的竹子，江爷爷全部给其砍掉了。江爷爷将这些雪竹进行了初步的处理，然后捆绑在了一起，扛到了车上带回了家。第2天，江爷爷来到宝家房间时，姐妹俩还没醒呢。江爷爷先是在旁边把盆奶准备好。 瑞宝这里率先醒来，辉宝这里伸着自己的小脚丫醒着盹。先喝完盆奶的瑞宝抱住爷爷的大腿，表示爷爷是自己的，同时还用炫耀的眼神看着正在吃奶的妹妹。姐妹俩吃完盆奶，江爷爷来到竹子储藏室，将自己这些竹子进行了水洗清理，然后将自己的竹子和其他的竹子分开，打算看看宝家吃自己竹子的反应。此时在门口迎接江爷爷的是瑞宝，然后爱宝紧接着也跟了过来。爱宝和瑞宝 都很是给面儿，为了爷爷的竹子抢了起来。这个季节的新鲜雪竹对宝家来说很是难得，江爷爷的这些雪竹对宝家来说可谓是在冬天吃了夏天的美食。一会辉宝也闻着味儿找了过来，这一下给江爷爷的情绪价值拉满了。一家3口抢着吃的画面让江爷爷越看越开心。江爷爷怕是要扩建自己的雪竹基地了，自己多种植一些雪竹，在冬天竹子缺乏时给宝家改善伙食。虽然爱宝和姐妹俩吃得很香，但决定于竹子好不好的关键抉择还是要看乐宝才行。江爷爷将自己的竹子给乐宝也送来了一捧。乐宝先是闻了闻，感觉味道可以，转身坐下开吃，能达到乐宝的用餐标准，这是对江爷爷最大的认可。这也表明这次江爷爷的竹子深受宝家全体成员的喜爱。从来没有见过的南川宝结果的样子，今天在江爷爷的小农场里见到了。南川宝是江爷爷喜欢的植物之一，而江爷爷也经常自称自己为南宝爷。以前福宝能感觉到江爷爷对南川宝
有特殊的喜好之情，所以经常用南川宝行为威胁江爷爷。江爷爷与南川宝这个植物在20年前就相识了，而自从有了福宝后，江爷爷觉得南川宝和大熊猫是如此的般配，就像是油菜花和大熊猫一样。而也是因为江爷爷的努力，现在宝家粉丝们一听到南川宝和油菜花，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福宝的样子。如果爱宝乐园推出南川宝盆栽，一定会卖爆。经过江爷爷这20几年里持续喜欢南川宝，最近江爷爷开始研究从种子开始种植南川宝了。以前江爷爷都是买幼苗来进行种植，今年南川宝在结果后，江爷爷将其全部收集了起来，将南川宝放在手中手搓子房，红色果实就会裂开，然后露出2颗种子，反复手搓，将种子和外皮剥离之后，在水里过滤，只提取出种子。如果在水中时有浮在水面的种子，这相当于是别谷，这些需要丢掉。将好的种子挑拣出来后，接着将其滤干水分，然后将土壤和种子混合，并放入洋葱网里，埋入深度适中的原地陆地。这就是露天埋藏法，是破除种子休眠催芽的典型方式之一。等冬天过去后，在早春重新拿出来，种在原地的一侧育芽。等芽发育生长良好，江爷爷首先想在宝家族的地盘里种植，这样自己亲自播种培育的南川宝应该会更有意义。所以江爷爷一直在期待着，虽然是很轻率，但江爷爷认为这毕竟是带有目标的期待，所以值得一梦。是福宝营业结束的最后一天，在游客走后，2个爷爷悄悄地碎了。4年的时间仿佛一眨眼就过完了，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坦然地面对分离。2个爷爷偷偷躲在没人的角落，擦拭着眼角的泪水。第2天，宋爷爷给福宝的房间贴上了进行区域，并在自己的防护服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穿戴整齐，宋爷爷走进了福宝的隔离房间，为福宝清理青团和吃剩的竹子。宋爷爷穿上衣服后，福宝不敢靠近了。宋爷爷陪着福宝适应了好一会儿，才让福宝重新适应自己这身打扮。而在外面的引导员怡怡今天在播报时一个慌神，报错了等待时长，原本20分钟的排队时间播报成了200分钟。怡怡表示，今天和昨天的落差有点大。 200분이라고 했어. 다시. 이상하시지 마시고. 어제랑 오늘의 차이가 너무 심해서. 要知道，昨天福宝最后一天营业的排队时间高达400分钟，而与此同时，江爷爷这里开始为福宝做回家的准备了。这是当年爱宝来韩国时所使用的笼子，江爷爷对其进行了翻新。为了感觉福宝在里面会不会舒服，江爷爷好几次亲身坐在里面尝试。之后，饲养员开始模拟演练运输福宝的过程，反复尝试，直至熟能生巧。熟记路线后，爷爷们开始让福宝熟悉运输笼。此时陪伴福宝的是宋爷爷。这1个月里，每个饲养员看上去都很平静，但平静的背后，一定是隐藏了一场巨大的暴风雨。